我国古代的贵族是如何蓄养死士的。在我们中国，有一句话叫做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古代贵族深谙其道，都必会格外用心厚解义士。他们绝不是单用大价钱去收买人心，而是用恩义去感化义士，这样才能让义士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贵族蓄养死士，这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特色。贵族家庭由于世代积累的人脉与声望，有土地亦有人们尊敬的地位，所以他们是需要人保护的。而那些需要人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的人，就会找到贵族人士。等贵族需要他们出面解决危机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挺身而出，以死相报。最典型的就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。燕太子丹当然是燕国的贵族，他手下就蓄养着一位叫荆轲的骑士，还有一个在秦国受迫害的樊乌鸡。当时樊乌鸡走投无路，投奔了燕太子丹。燕太子丹不畏强秦，收留了他。同时秦舞阳因杀人犯罪，也躲藏在了燕太子丹的家里。太子丹提供给荆轲、樊乌鸡、秦舞阳吃住和保护。当然他蓄养这些死士，也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派上大用场。公元前228年，秦大将王翦大破赵国，有过易水及燕国的趋势。这时燕太子丹就需要平时所豢养的死士出场了。太子丹找来了荆轲，说王翦要过易水入侵燕国，该怎么办呢？其实他是希望荆轲去刺杀秦王的，但是需要荆轲他自己说出来。荆轲这人也实在，他就提出来与秦舞阳一起去刺杀秦王。接着荆轲先找到樊乌鸡谈话，说秦国以千金换你的人头，太子丹收留了你，现在他需要你的人头，作为进入秦国的凭证，你愿意吗？樊乌鸡他义无反顾，亲手砍下了自己的人头，双手奉与荆轲。当然人死之后是不可能双手将自己的头颅奉与别人的，这是史书中的一种渲染写法，实际上是樊乌鸡自杀之后，让荆轲拿着他的人头作为凭证，出使秦国，以骗取秦王嬴政的信任。公元前227年，荆轲带着樊乌鸡的人头秦舞阳，捧着里面藏有匕首的燕国地图，前往秦国。荆轲来到秦国，让人传话给秦王说，我带来了秦王的仇人樊乌鸡的人头，还有燕国的地图，想献给大王。于是秦王才在咸阳宫接见了荆轲。荆轲利用献图的时机，图穷匕现刺杀秦王，但是最终失败，荆轲与秦舞阳双双被杀。关于这死士为主子卖命的故事，犹如春秋吴国公子光面对暴君统治，愤恨不已。他了解到了义士专诸贫困潦倒，正在为母亲的疾病而痛苦不堪，于是公子光就瞒着专诸，派人救治了他的母亲，可谓是雪中送炭。母亲的病好了，就嘱咐孝子专诸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。从此专诸为了感恩，愿为公子光效犬马之劳。后来才有了渔父藏刀的故事。专诸为公子光夺回了天下，成为了春秋4大侠客之一。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，比如战国4公子，孟尝君、田文平原君赵胜，信宁君魏无忌与春申君黄歇，他们都患有大量的士客，据说各有3、0人。这在当时叫做养士，是一种封赏，那是封建贵族的特色。可见贵族豢养死士，一旦贵族需要他们以死来完成某种任务，他们必须义不容辞、从容不迫地去死。因此善于用人者必先大度豪放，真诚对待每一个人。他们不会像商人那样处处考虑利益，像古代的刘邦、刘备和宋江，就是平时善于用江湖义气网罗天下英雄。他们不是单单用金钱收买，而是用义气感化对方。他们一旦有事则一呼百应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